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你的好朋友阿仔师。之前我们讲过隔音的，然后这一集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你花了钱，但是你看不见的工程，那叫做吸音。大家之前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在热炒店聊天吃饭，然后你会讲到很大声很吵，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不管爸爸妈妈在念你的时候，或者是你只是跟朋友在家里面聊天讲话，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吃力，然后讲完之后觉得哇，全身好累。那个呢，其实都是因为声音让你造成的疲劳跟困扰。而这个东西呢，你去回想到，当你去参加过演唱会、体育场馆看球赛，有的时候那个几千几万个噪音所叠加起来的声音，直接盖过裁判的哨音，最后呢变成怎么样？判决失败，或者是呢体育馆里面根本没有人听到裁判吹了一个犯规哨，最后这个比赛就进行到结束，惨念冠军变亚军。很多事情憾事都是这样子发生的。而这个部分呢，你可能花了钱之后，你却看不见，而且你甚至会感觉不到。大家呢还会觉得就是很多政府单位在乱花钱啊，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花在吸音工程。而这种花了钱看不见的工程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到大众运输，好比说捷运啊、高铁啊、火车啊，它其实都跟吸音跟隔音这两个息息相关。但吸音跟隔音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回到原理上呢，吸音它是为了减少声音在空间里面的反射跟回音，它呢能够让声音听起来更清晰，减少混响。而这个原理呢，是让材料能够吸收声波的能量，并且帮它转换成微量微小的热能，从而减少这个声波的反射。这个东西叫做吸音。所以呢，你常常如果今天跟朋友在居酒屋或在热炒店，然后大家明明靠得很近，但是讲话会非常的吃力，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空间里面的声音反射到你会觉得非常的阿杂。那其实就是吸音这个东西没有做好，不是隔音没做好。那隔音呢？隔音其实又不一样的，它其实是要阻挡一个声音从一个空间传到另外一个空间，隔离不同房间或不同空间的声音。它的原理呢，则是利用密度高、结构紧实的材料来反射声波，阻止呢它的声波穿透。所以这节目标呢，如果我们是要减少观众的欢呼声大过于裁判的吹哨声，或者是这些声音全部打架打在一起呢，那我们要减少的是回音，所以那吸音才会是这一集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台湾雕，或者是你是广大的网友，或者是你是酸民，这个时候你就想说，那我就加个吸音板、隔音板不就好了？或者是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就是依照自己的经验就说啊，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什么硒酸钙板里面加玻璃纤维啦，这个时候你要装什么隔音垫啊，什么橡胶材啊，什么什么。但是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你知道这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吗？他们要开始跑大队接力了，所以我们就换个地方来跟你讲这个材料材质的关系。而吸音的材质呢，它其实主要分3种，就不织布、泡棉跟金属。如果扣除掉一些外星生物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特色的科技材质的话，大部分就只分这3种。通常呢，大家看到的是前面2种，而金属比较少见。所以这一集我们要跟大家讲金属吸音材料。那我们在刚刚提到所谓的3种在台湾常见的，不管是公共啊，或者是你在装潢啊，或者是居家还是办公室的常见的3种材质当中啊，其中一种不织布。它当然最容易就是好施工，而且可以印刷，上面呢可以印刷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图案，而且呢在许多装潢业或办公室里面很广泛的被使用。那它吸音的声音特色呢，就是吸中频跟吸高频比较多，所以呢为什么常常你还会听到隔壁在嘣嘣嘣。虽然它有做吸音，也有做隔音，但是呢，那些低频还是一样传到你家里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聪明如你，你一定想到说，那我们可以用吸音棉啊，或者是聚酯棉啊，或者是像这种玻璃纤维啊、石棉啊、岩棉啊，然后把它做在隔音墙里面，或者是做在隔间里面。最常大家会犯的其中一个错误就是跑去西洋说，老板我要买隔音棉，不是，这叫吸音棉，因为它是吸声音。但是吸音棉它一样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虽然它非常的便宜，但是呢它非常不环保，而且呢就是很容易会在上面掉各种各样的灰尘啊、油垢啊，而且小小的一点火焰就很容易把你全家都烧掉。就像是台中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台中啊就发生大火，以前那个 pub 或者是以前的那种夜场啊，就是会贴非常多的吸音棉，然后突然旁边一个小火焰起来了之后，然后全部就是整团一起助燃。所以之后呢，政府单位他们也说，就是你的这种吸音棉就要贴这种就是防火材质的啊，防火材质它也不是真的防火，就是它能够烧得比较慢。而当然吸音棉它也分很多种，就是除了颜色有分类之外，然后它的厚度呢也有分，就是从2 mm、1 mm、3 mm， 然后5 mm、15 mm， 然后3公分的都有。而它的特色呢，就是一样是吸收中高频，那你的厚度越厚，那你吸收低频的效果也会好一些。所以呢，这个时候聪明如你，一定想说，前面加个不织布，后面加个岩棉，再加个玻璃纤维，我再给你加个吸音棉，那你的墙就变这么厚。不过你现在在外面大多还是看到很多地方他们都是贴吸音棉，它当然还是有它的效果，但它除了不可回收之外啊，你知道我很常贴这个，我从以前我超会贴吸音棉。然后我们以前有一次大家在玩音乐的时候，我们在练团室里面，然后大家就要贴吸音棉，以前有那种喷胶嘛。喷胶很贵，然后所以我们就用强力胶，就是大家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抹在墙壁上这样抹，然后贴吸音棉这样子。然后我们从晚上的10点开始贴啊，贴到凌晨3点、3、4点，越贴越嗨，全部7、8个人，我们越贴越嗨，就变成在里面一直在吸这个强力胶的味道。
所以其实吸音棉它有一个很不好，就是它会一直叼一种味道在里面。但是以前穷嘛，没办法。然后其实吸音棉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讲话会很吃力。就所以你进到录音室或吸音室，它里面把声音吸得很干净的时候啊，就是你声音干到没有什么颗粒感，很寂寞的，那是一种。对，寂寞寂静，好像你掉入深渊。所以有些人进到录音室，人会头晕，就是人会不舒服，因为你突然没有那个旁边的那个声音的反射感。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为工业频道，一个知识开启你材料的想象的人，好，我们要跟你讲一种金属板。你看这对帮是阿鲁米哦，但它的名字呢叫做金属微孔吸音板。所以你如果上网找这东西，你应该就找得到。它看起来是一个金属，但它真的是个金属。它其实呢是一个阿鲁米的材料。但是你一定想说，金属材料靠妈怎么可能吸音？金属材料不是应该反射，然后变得很大声，或者是反射的声音会变得很尖锐、锐利之类的吗？那是你的想象。首先你幻想一下，所以金属材料很常我们会用在装潢啊、外墙啊，或者是墙壁上会使用。如果今天你用一个金属材料把它贴在外面，好不容易做得漂漂亮亮，但是因为很吵，你要吸音，然后外面就给它贴上刚刚那个吸音棉，怂掉。而且你要花很多工序，所以呢，如果一个金属板子它就能够帮助你吸音，那是不是很爽？那你再认真想一想，其实你在捷运里面你就看过这个东西了。就是捷运外面。没有，你坐在捷运里面，你从外面看，然后就看到了。所以在捷运里面嘛，我这个词汇运转很快，这 CPU。或者是呢，你到新加坡的捷运，然后你就会看到，也会有这种金属板子。而且你知道这个捷运其实那个风切声极大，它其实非常吵。所以呢，金属微孔吸音板呢，它其实它的特色是它能够把低中高频吸掉，一定很违反你的从小生活常识，对不对？那所以它就会差在于材料加工这件事。你看一下这个白色金属板哦，你有没有看到从里面看得到我的存在？再是我看得到你，你透光的时候其实看得到，你看。有没有？是不是？真的嘞！嘿，有没有看到外面有一片草地？你再看前面，是不是看不到？完全看不到。技术细腻，所以它里面是有洞的。里面有洞，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洞，是个厉害的洞。当然，这种东西它就也会有它的材料特色啦。刚刚前面很容易烧起来嘛，这个燃点金属，通常你要把它烧起来，我看你要花蛮多燃料费，耐燃。而且呢，有一天你房子要拆了，你还可以回收去卖阿鲁米，说不定这个通膨物价，你看以前我们家一个老房子，40年的铜门，你知道我拿去卖多少钱吗？3万块。以前铜很便宜啊，以前大家都拿铜来这个做啊，然后我那个铜门整个重哦，那个很厚这样子哦，全部拿去称重。所以以后阿鲁米战略物资啊，你看耐燃，吸音等级又很高，低中高频又都能吸，而且以后还能够回收。好，唯一就是一个缺点，就是贵。但是贵是你的缺点，不是他的缺点，你买不起。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就像你喜不喜欢劳力士？喜欢，它是不是很贵？很贵，但买不起，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劳力士的问题。所以你看，你各位是不是今天第一次发现这样子的材质板子，然后它能够吸音？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是一个聪明的设计师，或者是一个聪明的建筑师，你就能够利用它这个材料，然后来做各种各样的装饰，而且你不用再贴任何材质，在里面房间讲话听起来也更舒服。那怎么样证明这个东西它的吸音效果好呢？你就可以到一个回响室里面。回响室呢，其实在是一种实验的一个场域，也就是说呢，在一个规范的环境当中，我们去看这个东西的残响时间跟它残响的反射是如何表现的。这个东西通常聪明如你一定看不出来，但是你听得出来。你到旁边这个小房间里面，这个回响室，你就可以听出一个空间它的回音到底有多大。但是呢，大家因为都是我身上收了这个麦克风，所以你听不太出来这个回音有多大。所以现在我只收相机前面的麦克风，然后呢，把我身上的麦克风的声音 mute 掉，它就变成这样子。听到啦？这个就是回音，它就是残响。造飞机，造飞机，飞到青草地，蹲下去，蹲下去。所以有没有？你搬到新家的时候，你的家具跟你的衣橱都没有放到你家里面，回音就是这么大，很像你对着山头骂一声早安，山头它就早安，那个就是声音的反射。所以呢，你为什么要加吸音？它就是要让你声音的反射变少，改变reverb，改变呢这个 delay。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常常你在快炒店吃饭聊天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特别的吵。走来，跑来，走来，鼓励，跑来，鼓励，跑来，走来，走来，跑来，跑来，叮，太快！我来讲啊，你刚才那群全运会是像开的，我开的，全部人预备，为什么？是的，你看，光是1-2个人在海产店讲话。
回音就这么大声，就这么吵了，那更何况是一大群人。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测试它的回音跟它的残响到底能够减掉多少？因为每个人的声音它是没办法抓出一个定量跟定值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biang biang。这个呢，就是每次在田径会场上100公尺要起跑之前，这个时候你学校老师就会把枪举到上面，然后大声喊出预备。我们听到这个回音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维口吸引板放到旁边去，然后呢，再打一下。好的。你看，是不是现在旁边的朋友们，把金属微孔的吸音板放到旁边之后，连我现在讲话的回音都没有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定值定量的音量，来去比较刚刚的残响声跟现在的回音跟现在的残响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一样，这个时候再来打一场。来，各位选手们准备好了，超认真小学100公尺决赛，选手就位，预备。是不是差很多？你看旁边就放了几个金属板，你在热炒店里面讲话就不会这么吵了。酒来，爬来，酒来，爬来，酒来，鼓笛，爬来，鼓笛，爬来，鼓笛，爬来，鼓笛。你看，是不是连在热炒店里面喊起酒泉来，感觉都不一样了？就算这个老先生他以前要臭屁，他当时到底在全运会里面打过多少枪，讲起来也是这么轻松的自在。一样的空间，只要加了几个金属板之后，你的氛围完全不一样。那它跟放一般的金属板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那就差在于加工这件事。而这个金属微孔吸音板它是怎么样制作出来呢？它的原料底材其实就是阿鲁米铝板。那这个铝板它其实有很多种，它有看起来像木纹的，看起来像石材纹的，看起来像是有各种颜色的铝板，它都可以在材料的前置作业先把它弄好，接下来就要经过他们的特殊专利冲孔的技术，在每一个平方公尺的表面上面，其实你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它却拥有30万个微孔，也就是100乘100公分上面就是有30万个洞，而这个每一个孔洞呢，它们其实都比我们的头发的发丝还要细，大约呢只有0.04毫米。当这些冲孔板加工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会进到冲切的部分。所以当一片一片的材料做好了之后呢，很多人他为了要之后钣金，所以有些人会用雷射切，有些人会用砂轮机割。但是呢，用砂轮机割，当然每个人的手感不一样，用雷射切，然后还有做法也不太一样。而后面听到这个咚咚咚咚的声音呢，它是用模具冲切的方式。这个设计很重要，就是怎么样把一张纸变成有造型的东西。所以好比说这张图的设计图是长这个样子，那它是拿来干什么嘞？它呢就是为了要做出这个圆弧的造型，为了要顺圆弧的造型，有些东西要焊接，有些地方要锁扣。所以当你在画 CAD 档案的时候，或者画 CAM 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设计好，要把它想好，材料要怎么做，你的制成的动作要有哪一些，甚至你再厉害一点，你可以想说这整个生产线要怎么走。所以为什么在一片板子旁边你要留这么多的造型呢？有的是为了要折，有的呢是为了要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把它做成是一个有空腔的盒子，上面要内外复合材质的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旁边聪明睿智的小朋友，请问这张图要怎么结构？这个角度总共要折几刀？2刀，3刀，一个90度1刀，1刀2刀3刀。那你要先从折最小的，还是先折最大的嘞？最小的。哎，没错，你猜对了吧？很聪明，不跟你们分享啊！你最棒。所以折床很有趣哦。当你的图案在你的大脑中建构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到机台折床。是不是感觉太简单了？但其实折床它的学问非常的深奥，而且折床其实非常好玩。我们从以前就很想要拍整个折床特辑，一路从老折床，然后到比较新的电脑折床，没有一个工厂同时拥有这么多设备啊。反正希望以后还是有机会可以拍。所以呢，这个冲孔板就是这样子。当你折床折起来了之后嘞，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结构不一样了，对不对？有没有？不像一个软趴趴的一个金属板，因为当它折成这个 L 型的90度之后，它的结构就改变。它结构改变之后嘞，它的金属的弹性也就不一样啦。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成熟的焊接工，使用 TIG 的氩气焊接，你就可以一边焊一边折，一边焊一边折，然后把它做出这个圆弧形状了，是不是简单明了？当这个板材加工好了之后呢，后面我们还会折出一个空腔，有的时候呢还会增加一些蜂巢和冲孔的部分。这些设计呢，它除了能够加强板材的平整度之外，也能够扩大板材的面宽，减少分割的缝隙。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些结构的搭配，它可以让声音的能量得到最大的衰减，然而能够大大提升你的吸音性能。这个也是阿鲁米的，它张开的时候往这边上，它可以帮助你在金属钣金，不管是在户外的时候，还是或者在室内的时候，你可以增加更多吸音的范围，同时呢，又可以帮助你那个金属的结构立体平。你看，就是它这样很软，对不对？但是你当把它放成平面的时候，只是那样应用于没完嘛，变成像蜂巢形状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很硬？所以你看，它这样子虽然还稍有弹性，就算你把它放到平面，还是有点弹性。But 如果你在里面加上蜂巢，你把它放在这里，像这样子，然后你压刚刚松的地方，是不是结构力学很重要，好好学。所以当然各种板都可以，微孔也可以，有没有放上去？结构啊，真是唯恐不及，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必知的不及，唯恐口说无凭，金属唯恐吸音板。在每个单元体，你发现怎么做了之后呢，你呢就可以在真正安装的时候，把它呈现不一样的造型。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新加坡的捷运站，它其实就是台湾人做的哦。然后呢，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做成波浪形。所以青钢这间公司呢，他们这个时候就会邀请，不管你是做营造的啊、做建设的啊、室内设计师啊，你的空间有需求的人，他可以在这个场域把它吊上去看一下，感觉怎么样？也确保呢你在后面施工的时候，你的吊点啊，或者是你的固定的地方啊，然后在后面完工的时候会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不是这么简单的白黑灰哦，你看它做起来像木头的，像这个石板的，像岩片的，有没有？除了装饰之外，还能够吸音，难怪世界各地都在用。而且大家抄不了，因为是他们自己的专利，他们就很想抄啊，但是就是做不出来。然后你看旁边这个，有没有觉得这东西很熟悉？即使在捷运的时候，你很常会看到这样子的折板，但是呢，如果你拿一个显微镜，把它放在这个金属板上面，你就会发现上面有孔洞，它这孔洞呢就小到0.04毫米，所以以后你如果搭捷运还是搭高铁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旁边座位的人跟他讲说，你知道吗？这板子上面有洞。就说你脑袋才有洞。所以我讲到这边，这间公司它其实是有上市上柜的哦，而且你知道它以前是在做什么的吗？它在做轻钢架的哦，所以它叫轻钢。通常我们拍完一支影片，讲完这间公司之后，以前的影片发生过什么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吧？跟着老师走。那我们现在走去哪？跟着老师走到你该去的地方。我们现在小单元看完了，我们把它真正把它做到体育场馆，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走。通常的营造工程里面，就是我们会在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在许多的厂商里面挑好材料之后呢，那我们就会进行到工程阶段了。所以在此之前，我们现在测试在工程前的时候，如果在里面打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各位朋友，经过了半年时间的努力，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硕大的体育馆的上面已经充满了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所测速出来的板材，测试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在一样的场地，用一样的鼓组、一样的鼓手、一样的鼓棒、一样的 hi hat、一样的 ride， 一样再重新打一次。所以各位，你看是不是差的非常多呢？所以吸音其实是一个非常极为专业的工程。这样子在这个广大的场域上，你讲话也可以非常清楚，而且低、中、高频它都能够分得比较清晰，颗粒可见。不只可以减少体育场的误判，甚至你连快炒店、你家的录音室、小朋友玩的吵闹空间，只要你觉得在这个地方通常讲话讲起来会很累，其实你就可以去注意吸音工程。那这一集是不是你又重新了解材料，重新了解一种吸音的材质呢？从小学工业，长大包工程，这里是超认真少年，我们就下礼拜再见了。感谢我们这次的鼓手，2期人的高立才先生。嗨，你们平常打得这么普通吗？当然没有。陈志良2期人不是超凶？对。多凶？
好。觉得这间工厂机器在运转，但其实讲话起来蛮轻松的。你看天花板，吸音呐，冲孔微孔，你要什么孔都有。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很多电子厂就有用，像那个台湾的工厂，这会被我剪掉。他们的客户，世界名画呀，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个达文西的作品。而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吸音版，但是你知道一件事吗？你这边看的画面看起来是蒙娜丽莎吗？对啊，很细致。真的吗？我近看完全不像我近看完全不是就是一个人上面打了很多点这样子。你不然你就近来看。哦，我懂你意思了。可是，在镜头上面又很明显，我们视觉比较像这样子。我就看得到脸跟嘴巴被打了很多洞，完全看不出来他是谁。但相机里面看出来很明显是。有像干好厉害哦！我不知道好厉害哦，不是说这冲光板好厉害，是好厉害哦这个相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就很像是你现在看我的脸，我们近看都是打了很多洞这样子。蒙娜丽莎，这工厂的同事好无聊，竟然做出这种东西来。帮我问一下，一张多少钱？订个10张拿来会员卖。